嗨，大家好，这里是你最喜欢的中文博主威廉，好久不见，其实也没有好久不见，也就是一个星期不见。现在是2026年的1月3号晚上的23点50分，反过来了，但是大家将就看一下23点50分。那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下的话题是2026年有关的，毕竟现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就是新年嘛，虽然都1月3号了，但是还是属于刚刚从2025年跨越到2026年的这个特殊的时刻。那我想这个话题还是可以谈一下的。2026年新年决心，New Year Resolutions 这样子的东西，我之前上一期视频有跟大家聊过说，其实我自己每一年都会去，也不算是设立目标吧。对于我来说，每一年的开头，我都会给自己一种憧憬。就比如说，有些人不是会做那种愿景板嘛，Vision Board。那对于我来说，我就是会设想一下自己2026年结束了会是什么样子，会达到什么成就。但是我不是说我要设一个这样的目标，说我一定要去做到这件事情。没有，我只是说单纯的设想一下，2026年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这样子让我对一整年都非常的兴奋和期待。是的，我每一年都会有这样子的小设想，但是我跟你们讲，不知道是因为我中国这边其实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因为我之前很久之前有问过我一个外国的朋友，问他说新年的 resolution 是什么东西，他就说了一个说赚更多钱，他开公司的嘛，他就说今年要达到什么什么的目标，他发出来之后，他马上撤回了。他说最好还是不要讲出来，因为讲出来就不灵验了，就不会实现了。非常可爱。当时我心里还想，你这个做生意的居然还这么相信这种东西吗？当时我就觉得非常可爱，很神奇。而且我听说我就这种说法嘛，我跟你们讲，因为中国呢赚的钱越多的那种富商反而越迷信哦。可能你做那种小生意，你可能还没有那么迷信，但是做的富可敌国那种资产非常非常多的那种富商，反而是最迷信的那一群。所以我说，有时候迷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吧。有可能你相信了，那就是了；你不相信，那就不是。那不知道大家是有没有这样子的说法呢？或者说有没有说，我不能把我的愿望给说出来，不然我就实现不了，不然就不灵验了，这样子有没有这样子的说法？好，那我们继续。2026年我想做的3件事，其实我想做的不止3件事，但是你让我一下子说出来，我好像又很难想到具体的什么事情啊。我想到一件，这是有一个我一直想做到的，但是对我来说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直很想把我的作息调整回来，白天工作，晚上尽可能的早点睡觉这样子，因为我现在的作息非常的颠倒，我的娱乐工作时间啊，基本上都是在晚上。我会熬到很晚很晚去睡觉，在白天睡觉，日夜颠倒这种模式。而且因为我是这种自媒体啊，自由职业的模式嘛，我就会没有人管我，我就会更加的放松啊。这种作息不知道怎么说，我是挺想把这个作息给调整回来的，因为有时候，而且因为我需要去晒太阳嘛，我晒不到太阳的话，我这个心情会非常的压抑，非常的抑郁。我必须得晒太阳，去尽可能的有空去做一些运动这样子。但是这些东西你在晚上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的。所以，而且其实我会很乐意，我不是说我很抵触，说我要把我作息调整回来，我很抵触。其实没有，我是很乐意的去过上一些正常人的生活。但是我每次我都没有办法的很好的很早的去睡觉，这个就是一个根源。我觉得要想点办法，说让自己怎么早一点入睡，因为有时候其实我是很困的，但是总是被手机给束缚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苦恼？
这是2026年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把我的作息给调整一下，因为现在实在是太阴天了。那2026年的第二件事情，与其说我想做，不如说是我希望吧。我希望我可以把 Mandarin with William 这个频道给做大做强，因为我自己本身我很享受录制视频的过程，以及视频发出去之后，你们看到我的视频有收获，会给我一些评论，给我一些正反馈，会让我非常的开心。我很享受这一整个制作的过程，但是剪视频的过程我不太享受，我会很烦。剪着剪着，我就会觉得很烦躁，不想干。等我做大做强了之后，我想我会雇一个剪辑师帮我剪视频，但是现在不行啊，现在还是在为爱发电的阶段。是的，是的，是的，全程都是我自己做的，录视频啊，剪视频啊，发布啊，数据，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因为，其实我也习惯了，因为以前在公司的时候就已经是帮公司做 YouTube 账号，学到了一身的技能，为自己打工。这样，我觉得这是我另外一个概念吧。我不喜欢去为别人打工，不喜欢去为了别人的梦想去打工。我会觉得说，我非常的没有动力，我积极不起来，积极不起来。我得过且过，你给我任务，那我就做，我就完成。我没有办法说我要真的很有动力，我打了鸡血，我就很有冲劲的去想这想那的去完成这个岗位，超出了这个岗位范围应该做的事情。这样子我没有办法，因为我看到其实有很多人，不是有些人，有很多人他真的对工作充满了热爱，干劲满满的，自愿加班啊什么的。当然这很多人听到这里可能要吐槽了，根本就不是什么自愿加班。但是啊，大家听我说，真的有些人真的会因为热爱一件事情而去废寝忘食的去干。就比如我的话，可能我专注在一件事情里面的时候，我可能连厕所都会忘记去上，可能是我知道要去上，但是我就是不想去，我要憋着的那种。就这种状态，其实我是非常享受的。我很喜欢去沉浸在创作我喜欢的东西的这么一个过程里面，特别是看到你们的评论有正反馈，我就更加的开心，更加的有动力去创作东西，创作视频，你知道吗？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但是呢，现在的加班文化确实是有点疯狂，会会磨灭很多人的，会反而因为你这种强制性的加班，反而会磨灭很多人他一些积极方面的对工作积极方面的一些情绪。没有办法，因为那些公司就很坏，他会给你超出你能够承担的工作量，你一天干不完，那你只能去加班去干，因为他说你明天要交给我，那怎么办？那你只能加班去完成了，是不是？那这个没有办法。但是我听说，虽然我们的加班文化已经这么疯狂了，什么996、007，大家可能耳熟能详，但是我还要稍微解释一下，996我好像解释过吧，996就是早上9点，晚上9点，一周6天。好像007就更加夸张了，就好像是我想一下，好像是你一天24小时，你没有私人空间。你上班，你完成工作之外呢，你下班之后你是不能够离开你的工作群啊、工作消息啊，你必须得时时刻刻的要盯着你的手机去回应。如果你的上级、你的领导晚上11点的时候突然间发你一条消息说，你现在帮我完成什么什么文件，什么什么什么的，你也要马上弹跳起来去完成这个任务，等于你一天24小时是完全没有私人空间，一周7天这样。对，这个是007，我真的觉得好可怕，因为我个人呢，我是应该是边界感特别的清晰吧。对我个人来说，你工作是工作，私人生活就是私人生活。你一旦打破了我这个边界，我会非常难受，我会压力很大。而且现在我不知道啊，因为我自由职业非常久了，但是以前，如果你下班时间还找我，我还不好意思的去拒绝，我觉得很内耗，很自责。为什么我不拒绝？就各种自我攻击，我就会压力很大，很焦虑，知道吗？非常难受，真的很难受。那时候虽然
我以前的公司是非常好的一个公司啊，真的是 work-life balance，工作和生活这个平衡掌握的非常好。下班了就是下班了，永远不会找你。我非常喜欢这种节奏，可能你自己要取舍吧。一旦你选择了这么平衡的一种工作，那你就要去接受他的工资，可能不会特别的出类拔萃。如果你想要更高的收入，那你可能就要接受说我刚才说的那种那么残酷的加班文化，就自己去取舍。我觉得你个人的选择。但是我听说欧洲那边的工作机制非常的人性化，欧洲人民也是非常的会享受生活。但是北美这边呢，文化好像跟中国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我当时听到我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就美国人民的一些文化和生存条件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刚才忘记打了个灯，但是感觉好像效果也没差。好，继续啊，我忘记我说到哪儿。哦，对，北美那边的加班文化好像跟中国这边比有过之而不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看到很多人说他们一周要打至少3份工，可能一周需要工作70个小时。我在想，天呐，你一周工作5天，每天8小时才40个小时，那你一周工作70个小时，什么意思啊？意味着什么呀？还用休息吗？我的天呐，太可怕了吧！因为我可能就是宣传的问题吧，我从小到大印象中的一些欧美人的生活就是欧洲人民的生活。现在大家赛博对上了之后跟我说，不是的，美国人民的生活不是这样子的，让我觉得有点有点不知所措。原来我以前接受到的信息是错误的，或者说我以前接受到的信息是正确的，但是因为这几年来的一些经济的问题啊，各种方面的问题，导致了我现在接受到的不同的信息。反正我觉得我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我没有想到是这样子的，真的是太辛苦，真是辛苦你们，真的是辛苦你们。那什么，想一下，2026年其实还蛮多的，老实说，就各种生活的各种方方面面的，比如事业啊，比如说我会跟朋友一起做些小生意啊，那我当然会希望能够也是做大做强，也是会能够销量会非常好，会得到非常好的反馈啊。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这个是我跟我那个朋友2、3年前吧商量过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搁置了，直到前几天、前几个星期吧，他突然间提起了这件事情，我莫名其妙的就又开始启动了这个小生意。我也觉得冥冥之中会有安排，因为我会说我想要赚大钱，他也有说想要赚大钱，那我们之间的共同的连接就是这一盘小生意。那我想，既然上天给了这么一个安排，那我们肯定要去做一下它，对不对？不要把这个机会给溜走，因为是我会挺喜欢的一个方向。对，因为我自己的话，我会很喜欢去尝试不同的方向，去做不同的事情。就比如做 YouTube 频道，是我一直会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真的很想很想很想，想了很多年了，想自己做一个 YouTube 频道，但是我从来就不知道我应该要做些什么东西。虽然我有技能，会剪视频，会录视频，会拍视频，但是我不知道我要拍些什么内容。很多人说，那你选些大热的方向啊，大热的方向啊，随便了，我也忘记了。但是我想说，我看了一下那一溜都看了，我发现不是我喜欢的方向，我没有办法去做到保持更新这件事情。因为一来我就是个3分钟热度的人，我没有办法说我在我不喜欢的赛道上做到坚持。说到这个，我曾经和另外一位朋友说，尝试做 YouTube Short。我那位朋友是非常适合写，非常会写文案的。我做视频，但是我坚持不下去，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赛道，真的非常对不起，很抱歉，是我的原因，是我的问题。但是呢，你说现在这个视频
这种模式，这个频道是我很乐意去做的，那我就是能坚持。所以说有时候你做自媒体啊，我觉得选赛道是一个问题，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需要做到，你像我这种性格，你要选择你喜欢的，你能够坚持下去，这种你才能持续的深耕。因为我相信99%的去闯入自媒体这个赛道的99%的人，他们可能也是有非常好的背景、非常好的技能，但是他们败在了一件事情上，没有去坚持。你做不到坚持，那你就是吃不了这碗饭。有很多人说想快餐式的说一下子得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账号，一下子又赚到很多钱。我觉得除非真的是大神吧，但是你普通人的话，你真的很难做到，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吧？我觉得是。反正我觉得做自媒体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坚持，对，非常重要。其实我还有很多愿望，但是我不能说。说出来就不灵验喽。等我真的做到了，我会给大家分享喜讯的。大家2026年会有什么新年的祈愿吗？有什么新年的决心吗？可以分享一下。那我们年底的时候再来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实现这个新年祈愿，好不好？对了，大家知不知道元旦就是1月1号嘛，在中文里面也叫元旦。那元旦这一天呢，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可能已经是新年了，是不是？就是新的一年了嘛，1月1号了。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这个元旦更多的像是，就跟过年比起来的话，元旦感觉仪式感没有那么重，更多的是年轻人去和朋友一起跨年啊、倒数的这种感觉。我感觉跟西方国家的圣诞节和跨年、元旦类似。圣诞节就是陪伴家人，就合家团圆，非常传统、非常正式的一个节日。跨年就是跟朋友一起玩的这么一天，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一样的。过年就是合家团圆的日子，那元旦就只是单纯的约朋友出来跨年的这么一个日子。我觉得元旦更多的是年轻人去庆祝，对，他们会选一个地方，什么1987、654321这样子倒数放烟花呀，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小时候我也会跟我的同学们啊，跟我的朋友一起过圣诞啊、跨年啊，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就自从我回到家乡了之后呢，我就再也没有跨年过了，太想念了。前两天我的广州的朋友还跟我说，好想我们，因为之前每一年这个时候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但是我也很想他们。对，因为一般这种日子的话，节日氛围非常的浓郁嘛，就跟我之前上一期视频说的这种节日氛围非常浓郁的这种日子啊，就会有一种小情绪出现，要么是特别思念、特别怀旧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想一下当下自己的一些处境，可能会有些小遗憾这种感觉。是的，是的，是的。刚才解释了一下，大家有没有更加清楚了解了元旦和过年的区别呢？希望要给大家解惑。我觉得2025年是我重启的一年。其实我真的不想再拿这件事情来说，但是因为我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焦虑症，所以我觉得我会真的时不时会提起这件事情来引用一下例子来讲一下我的感受，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个听到厌烦。就2025年是我真的完全走出焦虑症的这么一年。其实我在年初的时候，25年年初的时候，我其实还是没有完全的恢复状态，我的情绪还是会忽高忽低，非常大的起伏，是一直到了9月份左右吧，9月份，对，就开始年底的这种时候，我才真的，我感觉到自己真的走出来了，摆脱了焦虑症这个东西，中间穿插着很多的小事大事，会让我觉得25年是让我的人生开始重启的这么一年。我觉得26年是我的一个新的篇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当你的人生迈入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你会有一个非常福至心灵的那种感觉。福至心灵，大家可能有点难以理解，就是有件 aha moment，
就是英文来说 aha moment 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你会突然间有这么一个感觉，说要来了，那个阶段就是新的篇章要打开了，我好像要去迎接什么新的东西了，不是坏事。我的一个新的篇章要打开了，我要去迈进我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了，我要去迎接很多新的东西了。痛苦的已经过去了，我不知道大家在迈过一段让你很痛苦的阶段，去迎接一个新的篇章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这种觉醒？它不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概念去涌入你的念头，比如说哦，今天就是那一天，或者这个月啊，我要干嘛？我要去涅槃重生，我要焕发新生，我要成为一个新的我自己，就不是这种那么具体的。是神奇的一个时刻，那种，我就觉得单纯的就是一个感觉，你感觉到要来了，这个新的阶段它要来了，就这么一个感觉，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形容。我相信会有朋友们是可能有过这种感觉，你会发现接下来你的人生真的是会迈进一个新的篇章，是你一直以来很期待的、很期盼的一个阶段。你过去多数的一切，你会发现都只是一个课程。你当时会觉得说很痛苦，怎么办？好像走不下去了。但是因为你意识，我跟你们讲，有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你会，我会，因为我有过很多次这种阶段嘛，很痛苦的过去，迎接新的阶段，我有很多次这种阶段，所以我知道会有这么一个感觉，会有这么一个想法的出现。我当时就是强制我自己说那个阶段要来了。那个时候其实是我最严重的时刻，那个时候是我最严重的时候，是2023年，对，那时候是我最严重的时候，我在强迫我自己说那个阶段很快要来，其实我并没有那个感觉，真的，我只是说我会不会说一下这个我会好过一点，并没有，你没有那个感觉，没有那个感觉，你并没有真的要迈入一个新的阶段，我真的硬生生的熬了，多熬了2年，反正到去年我是真的是有这个感受，我感受到转折点来了。26年，2025年，非常感激2025年，因为当你走过去那一段痛苦的黑暗的时刻之后，你再回去看，你会发现都是给你的课程，绝对不是教训，教训是贬义词，大家不要轻易使用，是给我的一个课程。当时很痛苦，但是现在我会很感激我那么坚强的度过了这么一段黑暗的时刻。这几年的时光，我的反复挣扎，我会十分的确信我自己迈过了一个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坎。我以后，我大概这一辈子可能都不会再有这么严重的心理障碍了，因为其实是很多方面原因引起。但现在我觉得我真的是打心里的去解决了这个困扰了我很多年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有这个坎出现了，那个可能是我人生中一个大坎。我觉得我熬过去了，我很佩服那个坚强的自己，我也很感激我自己把这段时间熬过去了。我能感受到，我真的能感受到。26年，我们走着瞧，好吗？走着瞧真的听着不太好，大家不要用走着瞧，我们拭目以待。对，这个是更好的一个词，拭目以待。走着瞧更像是混混说你给我走着瞧，我等一下找人打你这种感觉。当然，确实是可以说跟过去的那段时刻说我们走着瞧，我未来会活得很精彩的这种感觉，大家灵活应用就好了。但我想说是我们拭目以待。我真的是打心里的觉得我要起飞了，各方面的起飞，非常的开心，非常开心，很开心。我感觉我要实现很多东西了，大家，当我真的实现了之后，我真的会跟大家报喜的。我希望大家有实现什么东西的话，也来跟我报喜，好不好？我也很开心。其实25年我不算忙碌，但是非常充实。到现在我几乎已经想不起来我25年都做了些什么，我只是知道我迈过一个很重要的坎，但是你说细节吧，我真的完全不记得了，好像很多事情都很遥远的样子。
我不知道这个我大脑对我的记忆进行了一些保护，让我去淡化那些痛苦的东西，还是我自己本来记忆就很差，我不记得了。25年，现在我用一句话去概括它，我会觉得说是不忙碌，但是非常充实。我学到最重要的一课，25年我学到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我觉得这个我要讲很久，我们下期再讲好不好？这个我觉得要讲很久，现在都这么久了，不，我们下期再讲，有这个悬念。我们下期就讲我2025年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好不好？好。谢谢我收听，大家记得下期啊准时收看哦。那这期的话就展望了一下2026年，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2026年的新年计划、新年祈愿，以及你有什么新年想干的事情。我们不用说到年底，我们隔几个月再看一下，说不定就已经实现了呢。那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最喜欢的中文博主，我们下次再见。